高蛋白减肥法的原理和它的副作用。高蛋白饮食对肝肾还有骨骼都有风险。到底还能不能吃白饭？啊，牛排？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吗？为什么可以吃牛排？什么结婚纪念日？现在是几月啊？你脑子有洞哦！这是为了让你减肥的啦！你没看到你的尾鱼肚已经越来越大了耶！吃牛排减肥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是要增重还是减肥啊？是不是你可以给我看的那一篇减肥报道？你也想这样做？那篇报道你看了吗？不要，每次我贴给你看的文章你都不看。有，我有看了。那个女生每天光吃牛排减肥，说她体重从80公斤降到55公斤，但这我是不相信的。有照片你还不信？其实啊，她这种减肥法就是有名的高蛋白减肥配合断食法。断食法我们以后再讨论，我们先来讨论高蛋白减肥法到底有没有用。有用的话，我也要这个高蛋白质减肥法，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嗑肉啦。等等，先听我把高蛋白减肥法的原理和它的副作用说清楚，再来决定你是不是可以继续吃牛排减肥。高蛋白减肥法是很流行的减肥方式，很多医师、营养师都很推崇这种减肥法。像日本的一位土田龙医师就是其中的倡导者，他写了一本关于蛋白质减肥法的书，我贴在说明栏里面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高蛋白减肥法就是将均衡饮食建议的鱼肉、蛋奶、肉类这类的食物的食用量提高到差不多1倍甚至更多的量。你提高了这部分的摄取量，因为胃容纳量有限，碳水化合物的量自然就会降低。威廉，那么你猜为什么提高蛋白质的摄取量可以减肥呢？人体摄取的总热量不是一样吗？对呀，我也觉得不可能啊，吃肉怎么可能减肥嘛？那是因为啊，人体消化吸收蛋白质所耗费的热量是最高的，达到30%，而消化脂肪只需要2到4%，消化碳水化合物只需要6到7%的热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吃进一份鸡胸肉，它的热量是55大卡，我们算60大卡比较好算。我们光消耗这份鸡胸肉就要消耗我们人体20大卡的热量，所以就减肥的观点来看是非常划算的。那高蛋白饮食的第二个原理是什么呢？威廉，我问你，你觉得吃饭比较容易饱还是吃肉比较容易饱？还有吃哪一种比较持久不容易饿呢？当然是吃肉比较容易饱啦，也不容易饿。对，这有2个原因。原因之一是消化蛋白质的时间比消化碳水化合物的时间还要久。一般来讲，烹调过后的肉类要3-4个小时才能够消化，时间最长的猪肉甚至要消化5个小时才能够消化完成，这都比消化淀粉类食物的90分钟要长很多，所以当然可以维持较长的时间不会饿。另外，很多研究证实，高蛋白饮食会抑制饥饿荷尔蒙的产生，也会增加抑制食欲肠胃荷尔蒙，例如 CCK 就是胆囊收缩素和肠泌素。这些研究的文献连结我也会放在说明栏里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。CCK 就是胆囊收缩素，是第一个被发现抑制食欲的荷尔蒙。这边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肠泌素。威廉，你知道医美诊所所使用的瘦瘦针，还有部分糖尿病患者用来控制血糖的针剂，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吗？啊，瘦瘦针？我都没听过，怎么会晓得？那当然，因为你食品养系一毕业就彻底背叛它，难怪养出一个尾鱼肚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针剂的主要成分就是肠泌素。我们身体本来就会分泌肠泌素，人体进食以后，肠道就会分泌。研究证明，高蛋白饮食可以增加肠泌素的分泌。研究文献我放在说明栏里面。肠泌素的产生能够促进大脑中枢神经产生饱足感，抑制食欲，并能够减少胃的蠕动力，降低食物从胃进到小肠的速度，延迟胃的排空。同时，肠泌素也可以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和抑制升糖素的分泌，进而间接调控血糖。而肉奶蛋类也是一种低升糖的食物，因此同样具有稳定血糖的效果，从而减少饥饿感。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吃肉比较饱，比较不会饿。因此，能够增加饱足感跟热量消耗的高蛋白饮食是真的可以减肥。根据一项2019年65个人6个月的饮食研究，在6个月以内利用高蛋白减肥法减去10公斤体重的人占了35%，而总体所减的脂肪高达45%，效率蛮高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威廉，这样你了解吃肉为什么可以减肥了吗？哦，了解，但是吃太多肉不晓得会有什么副作用呢？副作用当然还是有啦，
还有些状况是根本就不能吃高蛋白饮食的，像吃高蛋白饮食如果没有增加蔬菜纤维的摄取，就容易导致便秘和胀气。这是因为动物性蛋白质没有纤维素，而豆类蛋白也很容易产气，所以这时候如果蔬菜纤维补充不够，就容易导致便秘胀气。因此高蛋白饮食也必须增加蔬菜摄取量，最好就是肉类体积的2倍以上，我个人觉得这样比较足够。另外喝足够的水也很重要。威廉，你吃得了那么多的蔬菜吗？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，现在牙口不好啦。放心啦，我菜会帮你切碎一点。另外，高蛋白饮食不注意就很容易引发痛风、心血管疾病，像吃豆类啊、带壳海鲜、内脏啊，痛风的风险就很高。吃红肉饱和脂肪太高，也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。同时，根据研究，红肉也有致癌的危机。这个研究文献我也放在说明栏里。所以，威廉，我问你，你敢连吃5天的牛排吗？这风险太大了，我还是今天吃吃就好。威廉，你营养读得不好，生化却比我好多了。你来说说看，为何高蛋白饮食对肝肾还有骨骼都有风险？那是因为蛋白质的代谢物氨经过肝脏转化为尿素，会成为含氮的有毒物质，需要从肾脏排除。如果我们摄取蛋白质过量，加上肾脏的过滤率不好，就会增加肝肾的负担。另外，蛋白质食物它的含磷量比较高，而钙跟磷有互相拮抗、排斥的作用。一旦磷摄取过多，就会形成人体不易吸收利用的磷酸钙，让钙质流失。所以钙一流失就会导致骨质疏松。不过在不少的研究当中，6个月到2年的高蛋白饮食都没有太具体的风险。这些研究在说明栏里面都可以找到连结，大家可以去看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要实施高蛋白饮食之前呢，还是去检查一下肝肾功能比较好。如果肝肾功能不好的朋友想要实施高蛋白减肥，还是得问一下医师或营养师。那么威廉，我问你，你知道高蛋白饮食要怎么吃吗？不是一直吃肉吗？这是错误的观念，又不是只有肉有蛋白质。通常营养师会告诉你，高蛋白饮食就是吃约2倍体重的蛋白质，单位要换成公克。比如威廉，你体重75公斤，那你每天就要吃150克的蛋白质。但威廉，我问你，你知道150克的蛋白质是怎么算的吗？不是150克的食物吗？威廉，你不要告诉我你读过食品营养系你真的是还得很彻底，难怪体重控制得那么差。我们那时候食品营养系是女生在钻研的，我们男生只专注在食品加工。算了啦，你借口真多。我今天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一份鸡胸肉是30克，其他肉类大概是35克，它们都含有7克的蛋白质。我们去超级市场买肉，它们都有标示公克的重量，这很容易算的。哇，算起来那吓死人嘞！如果一块肉只含1/4的蛋白质，那150克的蛋白质岂不是要吃600多公克的肉？这我可吃不下。所以没有叫你一餐吃这么多啊！况且不是才跟你讲，不是只有肉才含蛋白质，还有半块豆腐、1个蛋、1杯240cc 的牛奶或豆浆，还有50克左右的豆类，都能够产生7克的蛋白质。甚至主食蔬菜也有少量的蛋白质，你都可以算进去。像一碗白饭约200克4份的主食就含有6克蛋白质。比如像你，我帮你设计1天的菜单，你早餐只要吃2个蛋，1杯500cc 的牛奶，再加上我们常吃的扁豆50克，就含有13克的蛋白质，这样就解决了41克的蛋白质。午餐再来一份90克的鸡胸肉，就解决了3份蛋白质，再来一份皮蛋豆腐，就是2份蛋白质，再来一份青椒炒牛肉，给你70克的牛肉丝，这样就有2份蛋白质，再来一碗蛤蜊汤，蛤蜊22个，再算1份蛋白质，这样就解决了56克的蛋白质。晚餐吃少一点，一块175公克的鲑鱼排就有5份的蛋白质，你燕麦吃半碗就是11克的蛋白质，其他蔬菜水果合起来算一算，少说也有7克蛋白质，这样总共就有150克左右的蛋白质，不会很难吧？那我到底还能不能吃白饭？不能吃白饭，我可活不下去。高蛋白饮食不是零碳水化合物，而是降成1/3。你爱吃的白饭就是碳水化合物，不要说这个常识你都忘了。这我可没有忘哦。那意思是说，我还可以吃白饭咯？
等我算给你听。依据卫福部饮食指引，你的身高体重可以吃含碳食物是3碗饭跟2份水果，这是以占所需热量60%的均衡饮食下去算的。那如果我们吃高蛋白饮食的时候，含碳食物就要缩减到1/3，但水果富含植化素和纤维素，我们不去动它，所以就缩减主食类，也就是剩下了2.6份白饭，刚好就是你吃的那半碗燕麦，所以你就不能吃白饭啦。那不行，我要吃白饭，不要吃燕麦。燕麦一定得吃，你平常就有吃，那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。况且你吃高蛋白饮食，胆固醇的风险提高，更不能不吃燕麦了。另外，植物性蛋白因为没有胆固醇、脂肪，但富含纤维素、植化素，所以建议可以作为重要蛋白质来源，最好天天吃。像我们每天吃扁豆，纤维素含量超高，就是很好的减肥食品。当然，光吃植物性蛋白营养也是不够均衡，同时豆类食品吃太多也容易胀气。那么我们还必须摄取动物性蛋白。动物性蛋白通常包含了人类所需要的氨基酸，但植物性蛋白却是不完整蛋白，会缺乏如色氨酸、甲硫氨酸、异白氨酸、赖氨酸等这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所以不是素食者动物性蛋白就必须列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。其中要注意的是，红肉每天控制在70克以下比较好，因为太大量的红肉摄取会有致癌的疑虑。当然，不管你怎么吃，还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和蔬菜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而那位吃牛排减重的女孩，只有前面5天利用牛排来快速减肥，但带来高脂肪、高红肉量的饮食风险却是千万不可以长久。所以，威廉，牛排你今天吃吃就好，接下来还是要看你怎么拟定瘦鲔鱼肚的计划啦。我们再研究几个减肥方法好不好？不能吃白饭，我真的受不了。